王叔叔10年前在北京边买了套别墅，现在老两口走不动了，一年也就能来住上10来天。现在呢是想便宜一半把它卖掉。今天呢，咱们去他的这个家里边看一下。这块呢也是一个地上2层的这么一个别墅啊，里边全都带着装修，装修的还是比较豪华，而且呢还带了一个特别大的花园。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块呢是别墅的入户花园位置，这块其实是可以当成停车位来使用的。前院这块呢已经做了硬化。咱们现在呢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别墅的侧花园这一块啊，这个侧花园里边呢也是设计的非常不错，里边呢也都给做了这种廊架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将来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里边整体的种一些绿植、爬山虎之类的，让它爬满。后边的那块小凉亭呢，也是可以做一些烧烤的。前边这一块呢是属于别墅的入户位置啊，这块呢，王叔叔当时的时候是把它给做了一个阳光棚，直接做出来了，也等于说是房间的面积加大了一点。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到，叔叔把这一块直接设计成了一个换鞋的区域，往里侧呢就可以直接进到了这个房间里边了。这个房间里边进来之后看上去是非常宽敞的，整体的装修呢也是比较的新，因为他们一年呢也就差不多住上10来天，这样的话呢这个房子是现在有点浪费，老两口呢也基本上不住，现在是想把它便宜一半就给它出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再往里侧这一块呢直接是餐厅的一个空间了。餐厅这一块呢叔叔摆的是一个大圆桌，这块将来家里边孩子回来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饭的。北向这块呢直接是一个大落地窗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屋里边，餐厅旁边这一块呢有一个厨房啊，这个厨房是一个 L 型的橱柜设计，外侧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可以放一个单开门的冰箱的，里边还带了一个特别大的窗户。从这个厨房出来之后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呢是本身呢是一个后花园啊，后花园这一块呢叔叔是把这个院子里边的面积直接做成了房间里边，用一个阳光棚来做的，这里边还是挺不错的。转过镜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上楼梯的位置啊。上楼梯这一块呢，整个也是把这个楼梯做成了一个红木的效果。当时叔叔也比较喜欢那种中国红的感觉。楼梯的旁边这一块呢，咱们来看一下，这块是一个1层的长辈房。老人的话平时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休息的，因为他们不喜欢爬楼梯，所以经常睡在1层这个位置啊，比较方便。转过来之后呢，在这个长辈房旁边这一块呢有一个卫生间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卫生间这里边的马桶和淋浴也都给做好了，包括洗手池这一块的。淋浴间呢还做了一个封闭式的啊，这样的话也是干湿分离，而且这边呢还能摆下一个洗衣机，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现在呢我们出去，通过这个楼梯呢，我们直接上到2层上去看一下，在2层上边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居住体验。2层上来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这块是一个公共空间，也是属于是一个交换空间了。这个地方设计的还是比较的有点隐私。左侧这块一进来的话，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温馨的儿童房。这个房间里边呢摆的是一张上下铺，而且粉色的地板砖铺上去也是显得房间比较的温馨。儿童房的旁边这一块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边是主人的主卧室。主卧室的空间要大的很多，这一块还采用的是一个大落地窗的感觉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落地窗的外边还是带着一个户外露台的，远处还可以看到这些风景之类的，包括这个大衣柜还是一个3开门的，显然可以看到这个房间是非常大的啊。从这个主卧房间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出来之后左边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是供给2层来使用的。我们可以看看里边的浴室柜，包括这个干湿分离的洗浴间都是给做好的，还有一个大窗户，平时可以通风换气。从卫生间出来之后呢，在北向这边本身来讲的话，这个房子起初是一个露台，这个位置啊是一个室外的露台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露台是非常大的。现在呢是叔叔把这一块给直接做成了这么一个长廊了，封到了室内。这样的话好像屋子里边又可以摆放一些杂物什么的。我们可以站到窗外来看一看其他家的这种田园享受啊，都是一栋栋的小别墅，而且都带着一个小院。差不多这儿的你看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。下边这一块呢还有人在收拾这个院子，估计是老两口吧，
在收拾自己的家呢，还筛沙子呢。我感觉像这种房子直接拿过来住就可以了，省得以后再去装修，基本上做一个全屋的保洁就可以了，而且家具家电都是带着比较齐全的。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王叔叔450万卖到北京的老破小，在北京边上呢，花150万买了一套带着大花园的大别墅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买的这个大别墅值不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我们去王叔叔花150万买的这个大别墅里面看看啊，看看他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。因为这个房子说是带着一个特别大的院子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王叔叔买的这个别墅前边了。这块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铁艺门，直接就可以进到自己家的花园里边了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呢是一个北侧的大花园。进来之后，入户门是南北入户的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院子，接下来我们再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继续往南走呢，这块是属于侧花园了。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边户啊，3面采光的。往前走呢，下边还有一个下沉式的花园啊，可见是有一个地下室的，说明有一个半采光的位置。下到半沉式花园之后，再往南侧这块看呢，南侧这一块拐角处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花园面积的。南侧刚才我们看了一下，在南方这一块呢是正在修建的一个职业学院啊，也是挨着一个学校的。现在呢，我带着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再去看一下，这块呢就是进到房间的入户大门了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呢实际上就是餐厅的一个位置了。那转手在右侧转过来这一边呢，它就是一个厨房的空间。整个房子里边呢也是全毛坯的一个效果，但是地暖已经给铺好了，燃气呢也都进了房间里边。那继续我们来看一下1层这个整体的布局吧。往前走一点呢，旁边这一块呢是一个卫生间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种房子的层高是非常高的。卫生间里边呢也是带着一个窗户，将来可以把它设置成干湿分离的。现在继续往前走呢，就可以看到南向的客厅，但是我们先不往南，来旁边这块看一下。这块呢，在1层这个地方呢，带着一个长辈房，长辈房这里呢采光也是非常不错，而且在房间也可以直接看到院子里边。那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上下楼的这么一个楼梯的位置了。一会儿带着大家把每一层都看一下。南向这里呢是大客厅的空间了，南向的客厅那里有一个大落地窗，整个客厅的地方也是非常大。从落地窗这里呢是可以出到外边的，它是带着一个阳台。那阳台这里呢可以平时晾衣服什么都没有问题。在阳台的这个位置呢还带着一个小侧门，小侧门呢是直接可以出到花园里边了，有个楼梯直接就可以转到自己家的前院这一块呢。2层的楼梯上来之后呢，这一块是属于一个中央的这么一个公共区域了。北向这里呢它是带着一个露台的，非常大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2层的露台。那在南向的这里呢，它是带着一个特别大的主卧空间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主卧室这里非常大。地下室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南向的这一块呢，刚才那个半落地的采光景已经让大家看到了。透过这个窗户就可以看到下边是非常亮的啊，这是一个地下空间了，整个空间采光也都没有问题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刚才把这个王叔叔买的这个大别墅给他整体的看了一下啊，有天有地，有花园有院子，这种房子住起来的话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王叔叔把北京的房子卖了450万，到这儿150万买套大别墅，我估计剩下的那点钱根本他已经就花不完了。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北京近郊的房价跌得有多惨？北京的王姐2016年的时候呢，在北京的近郊花了1500万买了一套大别墅，现在呢是想转手，说是650万就想把它卖出去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今天呢，咱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实地的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北京近郊来收房了，650万就能收到之前卖1500万的豪华大别墅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真的不敢相信。今天呢，顺便也带着大家一起来到现场看一看啊，看一看今天这个房子到底能收吗？眼前这一块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那个大别墅啊。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双车库的入户车库，直接就停到家里边的，而且外边这个车位也是属于他自己的。再往旁边走呢，这一块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大别墅，是一个前边看上去2层，但是后边看上去是一个3层的，而且足足带了一个将近小400平的这么一个大花园。现在呢，我带着大家进到里边去看一下啊。前面这一块呢是它的一个入户的前花园，相当于是一个种菜的一个小菜园，这边也是种了很多的树在这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侧边的花园也是特别大的，而且前面也是有着一个大花园的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，这种带着台阶的楼梯直接可以进到房间里面是比较有仪式感的。
进到房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呢是一个中庭的过道。这种大别墅是非常大的，整个的房间使用面积能够达到480平，而且在一侧这一块呢有一个可以做到玄关的鞋柜这么一个地方。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咱们的右手这边是一个里侧的一个小卧室。这个卧室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完全可以睡下一个小孩或者是临时来的朋友。然后呢，再往里走呢，这一块还是一个属于公共区域，上面是可以上楼梯的，而且在这一侧也是可以下到地下室的啊。这是一个从前边看向2层，后边看向3层的一个大别墅了。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带着一个卫生间，里侧呢还有一个大卧室，而且这个房子是非常大的，总共带了大概有7、8个卧室。然后往里侧这一块呢，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大的客厅空间了。客厅这里是比较气派的。整个房子呢是装修了一半就停工了，然后就没有装修。实际上呢是房东在2016年买的时候呢，差不多是花了将近1500万，现在呢差不多说是650万就可以把它搞出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前边呢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湖面啊，可以感觉得到这是一个1线临湖的这么一个大的豪华型的别墅了。想当初买的时候确实价格不菲。而且在客厅的这一侧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餐厅的布局，餐厅这里呢空间也是独立开出来的，旁边这一块呢也是一个厨房的空间。大家可以看到厨房的地方是非常大的，整个里面的瓷砖和管线都已经给布好了，将来的话也是花不了多少钱，把它收拾一下就可以使用了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呢实际上是上楼的一个楼梯，然后上面呢大概有4、5个卧室加一个很大的客厅。然后下边这一块呢还有一个车库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车库的地方，然后车库下来这个拐角的楼梯这一块呢就可以下到负1层，负1层的地方呢足足有150平的空间，里面也是分区了整个功能厅啊，包括这个酒窖呀，还有这个会客厅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影音室啊，这种房间也是非常多的。房子上呢基本是差不多的。现在呢我带着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院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足足在前边这一块花园就差不多有将近小100多平的一个面积。而且侧边这一块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下沉式的花园。这个花园光在后边的话，将近还有100多平，面积是非常大的。老铁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房子，我今天可以把它收过来吗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北京人都喜欢到河北来养老？房价才几千块钱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实地看一看啊。这边住的呢，差不多也都是北京人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院里边停的车还是真多的。大家呢，基本上也都住的是这种房子。几千块钱就可以拿到手里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北京边上的一个小县城里边，这边生活的差不多也都是北京人，在这边养老，几千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套房子。现在呢，我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他们在这边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。看看这北京的大宝马，北京人就是有钱呀，拿着北京钱在这儿花，估计花都花不完。这个刚一进这个单元门的大厅里边就金碧辉煌的了，哇塞，这个地方我还没看呢，就已经爱上了。现在我带着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边去看一下吧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是一个特别大的餐客大厅啊，这是一个2层的房子，看到屋里边还有楼梯呢。接下来呢，我带着大家慢慢的把这个房子来看一下，从1层到2层。旁边这一块呢，实际上是餐厅的一个空间了，将来吃饭的话是在这个位置上边的。南向这里呢是一个客厅，看电视的话就在墙上挂一个就可以了。屋子里面的装修都已经给装修好了，而且这一块客厅上面呢还带着一个挑空，挑空上面还有一个大吊灯，水晶吊灯，不灵不灵的，显得屋子里面也是非常气派。包括窗户这一块大家都可以看到啊，是一个落地大窗，直接站到地上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窗户了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来往里侧走一下，先不去上2楼，一会儿呢我带大家上2楼，现在先看一下这个1楼啊。1楼往里走这一块呢是一个厨房的空间了，厨房这里呢是比较坐的舒服的，里侧呢也有一个储物间，是可以放一些杂粮的。我们往里来看一下，在里边这一块呢是可以把它放成一个放点杂物什么都没有问题。那在厨房旁边这一块呢有一个小门，这里边呢实际上是把这个楼道给巧妙的运用一下，将来的话也是可以放一些生活用品的。那老人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嘛，对吧？南向这一块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南向这里呢，它是卫生间的一个布局了。卫生间外侧这一块呢，是可以用来洗脸的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呢把它拍的细一点。然后往里走呢，这一块就是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，里边洗澡，外边是马桶，啊，整个都已经装修好了。实际上拎着包就可以直接住进来了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1层的主卧室。1层的主卧室这里呢，它这个木地板和这个飘窗都已经给设计好了，整个房间还是比较不错的。
那现在呢，1层看完之后呢，我带着大家上这个2层上去看一下，2层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。上到2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正对的这一块呢，实际上还是一个卫生间，它跟1楼的功能是一样的。那转过来先看一下外侧这一块，在外边的这一块呢，有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设计啊。将来如果喜欢在这儿品茶的话，可以放一个茶桌，坐到这一块呢，对面就可以看到这个1层的调控空间了。这个大灯照亮的话，这里边应该也是非常亮的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往里走一下，看一下房间的这个设计。里侧的房间这一块呢，这是一个北向的小卧室，小卧室这里呢也是把木地板给铺好了。屋子里边我今天是没有开灯的，大家看到的效果呢，也就是实际的一个采光效果，而且今天还是阴天。那转过来之后，南向这一块呢，它是一个卧室，也是一个卧室啊。将来家里人多的话，也是住起来没有问题的，相当于是3居室了。而且在这个卧室里边的空调和这个衣柜都已经给弄上了，将来的话买上床直接就可以住了。那转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是一个卫生间啊，跟1楼的是一样的，我现在进不去。好了，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难怪那么多的北京人花几千块钱在这边就可以买到房子，然后在这边定居养老呢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不管是这边的房子也好，还是消费也好，真的是特别低。拿着北京的退休金到这儿来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